我們的家已經住了11年，在一次次嫌麻煩嫌累之後，慢慢摸索出一套更輕鬆的維護方式。比起用力打掃，更依賴順手；比起事後補救，更願意提前預防。這期想分享我家小小洗衣區的運作方式，以及這些年慢慢整理出來的洗護習慣。願你的家越來越好。我们家沒有重新裝修過，只是在長久的使用裡，慢慢把動線和方法理順了。家裡的洗衣區不大，因此我更重視動線的流暢。平時衣物洗完直接烘乾，少了晾曬和收衣這2步，整個流程會輕鬆很多。洗衣機上方 DIY 了毛巾分類收納櫃，高頻換洗的毛巾洗完就能在這裡直接歸位。毛巾櫃底部做了抽取口，可以輪換着使用。洗好的家居服也能原地歸位。浴室旁 DIY 了這個家居服收納櫃，洗澡前後拿取都很順手。下面的雙層髒衣籃也剛好接住換下來的衣物，滿了就整籃入機，不用拿着衣服在家裡來回走。洗衣籃上方放了洗衣袋，入機前順手裝袋。洗衣機上方 DIY 了洞洞板，利用牆面空間放常用的洗護工具，方便拿取。家裡有好幾種浸泡袋，洗護前先分清類型，再決定怎麼處理。我更常用預處理加浸泡，讓污垢慢慢被分解，而不是靠強洗劑或刷洗去傷纖維。貼身衣物我通常會用專門的浸泡袋處理，每天都直接碰到皮膚，洗得乾不乾淨，穿在身上的感覺會很明顯。先輕輕揉搓，浸泡一會兒後再清洗，就很乾淨了。洗完後有淡淡的玫瑰香氣。洗面台上的工具能掛起來的就不平放，不容易積水垢。日常衣物我也會先看污漬類型，衣服腋下發黃發臭，多半是汗漬、皮脂和殘留分泌物一點點積出來的。打濕後用洗衣皂揉搓，放置一會兒再浸泡。浸泡袋適合空間小的洗衣區，很節省空間，也節約用水。加一點過碳酸鈉和溫水，泡一會兒再正常機洗，就很乾淨了。日常經常這樣護理衣物，腋下就不易積累污漬和異味。像白衣領口發黃，一般是皮脂、汗漬和灰塵混合形成的。我也是先打濕，再抹一點洗衣皂。油感比較重的地方，會再加幾滴洗潔精，加強去油。放一會兒後，再正常機洗就很乾淨了。像這種帶泥的衣服，我一般不會直接沖水，會先把表面的泥輕輕刷掉。從反面把泥沖開，再用洗衣皂做局部處理。先放一會兒再機洗，會更容易洗乾淨。清潔抹布日常會勤換洗，不是等到特別髒的時候才處理。廚房抹布上的髒多半都是油污混着食物殘留。我會先用熱水沖一下，再抹一點洗潔精揉開，然後用過碳酸鈉浸泡，徹底分解污垢。之後再機洗就很乾淨了，也不容易有異味。家居清潔抹布多半是積灰混着油漆，先抖去上面的灰塵毛髮，打濕後塗抹洗衣皂。再用過碳酸鈉浸泡，泡完機洗就能恢復乾淨。這種中袋適合泡1至2件衣物，它側面有排水口，方便倒水。衣
服髒了知道怎麼處理，洗完以後也能順手歸位。小空間也沒關係，只要動線順，分類清楚，就能減輕家務負擔。願每一個認真生活的家都能越來越輕鬆，也越來越好。